是，谢谢陈老师哦。其实这个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它还不只是这个面向哦。世界各国许多主要民主国家对于中共这个军事扩张的野心的防堵啊，这产生了因此产生这些角力。所以对于台湾的这种骚扰，不过是其中一个目的，也有更多对于其他国家的威吓。针对这样的一些看法或者这个方向的一些评论哦，老师您又怎么看呢？我觉得中共现在这个军机扰台，就它空军的空中威胁啊，这当然不是演习啊，它不仅仅是针对国军在展示武力，也是在试探国军的反应和应对策略。但是我们都知道，空军的战机它没办法占领台湾的，它如果没有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出动的话，或者它动用空降兵，那就只是在空中威胁而已了。那么这种空中威胁的目标啊，它不是现在要占领台湾，这点我们前面刚讲过的。那么今年夏天以来啊，因为在台风季节里头，所以中美海军的对峙减少了，所以我们在节目里有一段时间没讨论过军事局势了。那么就像我刚才讲过，中共对美国的军事威胁现在改换了方向，改换了方式，从美共军和美军的直接军事对峙，变成了通过威胁台湾来间接威胁美国。同时，它是以从中美海军舰队的对抗为主，变成了以中共空军和国军空军还有国军防空部队的对抗。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印太地区的民主国家对目前台湾周边军事局势的认知有什么变化，也值得我们来关注。那么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件事情，就是中共对印太地区的野心，现在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共识。这个9月份啊，美国前副助理国防部长 Kirby 写了一本新书，叫做《拒绝的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国防》，英文 title 是 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the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那这本书它是分析了中共的亚洲战略，他认为中共的亚洲战略是全力瓦解亚洲国家之间团结，先用军事力量让不太强大国家顺从，比方讲菲律宾、越南，再通过威慑力慢慢让其他国家向北京靠拢。因此他认为啊，美国的国防战略应该首先针对中国，然后才是欧洲。美国的战略部署和资源分配要按这个排序来决定。那么其次，现在台湾啊，对西方阵营到底有多重要？刚才这个科比这本书里我提到了，那么他也谈了，他说为了美国，就为了保住台湾，美国是必须优先军事部署来保卫台湾。科比是认为说，美国的军事力量主要是来自海洋、航天、航空技术，美国不能和中共去打陆上战争。那么台湾呢，是美国在西太平洋防线的重要一环，这条防线上还聚集了很多国家，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他特别提到，如果中国拿下台湾，他们的军队可以投射到中太平洋，对日本、菲律宾的军事力量进行破坏。也就是说，他们是看到了中共，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中共想占领台湾，并不只是在台湾就止步了，他只把要台湾作为他的前进基地，进一步去威胁其他亚洲国家。那8月底啊，在台湾其实中华民国外交部啊和台湾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举办了一次美国、日本、韩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越南、菲律宾16个国家的政要、学者、专家的一次线上对谈。这个对谈的名称叫做凯达格兰论坛2021亚太安全对话。那么与会的呢，有前美国国防部的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他提到个有意思的概念，他说美苏冷战时期的苏军的坦克部队，如果要从东德进攻西德，就是从东欧进攻西欧，有一条关键路线被称为富尔达缺口，就是英文是 Fulda 是个地名，是在东德和西德当时这个交界的山口。那薛瑞福认为说呢，
现在台湾已经成为亚洲的富尔达缺口。如果民主国家无法守住台湾，那么琉球岛链、宫古海峡、日本和台湾以南地区都要受到中共的威胁，而且还会进一步危及到第二岛链。这个第二岛链指的是从日本到关岛，再到帛琉群岛，再到澳大利亚、澳洲。他说，因此台湾是确保印太地区整体安全的关键。那么这个提法其实是一个中美冷战时代的新认知。那么日本和澳洲现在高度关注台湾的安全，它的战略判断的基础也就在这里。那么再一个就是日本为什么要高度戒备中共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对台湾，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今年7月底的时候，日本有一个智库叫东亚情势研究会，他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台湾有事，日本该怎么办》，引起了日本政策圈的讨论。那么日本的前参议员江口克彦是一位高龄的老政治家了，他组织出版这本书的。他特地表示说，他出这本书就是为了向已故的他的老朋友台湾的前总统李登辉先生的一个承诺。他提了一个很鲜明的问题，江口克彦说，现在大部分台湾和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听过这样一句话，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说，其实大家应该要进一步推想，台湾有事也是美国有事。因为如果台湾被中国侵略，日本尤其是冲绳群岛自然就会被中国控制。以此为立足点，中共对日本发动侵略的可能性是无限大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国绝对不愿意让中共获得太平洋的控制权，那么美国就必须为了太平洋而与中共交战。那么最后，这个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美军现在是不仅在高度关注中共日益严重的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而且在围绕台湾安全，也在和盟国一起制定具体的防卫计划。那意图呢，就是要阻止中共进攻台湾。那对美军来讲，美苏冷战的前线国家是西德，因为如果苏联要进攻西欧，必须先打西德。那么中美冷战前线在哪里？在台湾。现在中共已经摆出来了对台湾志在必得的姿态，这就是美苏冷战当时苏联在东德摆重兵威胁西德的一样的姿态。但不同的地方在于美苏冷战在欧洲前线表现的是为地面战争的威胁，那双方的主力是陆军、坦克部队和炮兵。那么中美冷战在东亚前线表现的是什么？是岛屿争夺战，主要是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这是什么模式呢？这是太平洋战争的模式。今年6月的时候，英国的《金融时报》曾经报道过，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军事指挥官从川普总统执政末期就开始认真的计划可能发生的与中共的冲突。它的具体的行动包括在南海、东海，这个美国和日本还有相关的盟国要安排绝密级别的战争模拟演习，还有实际的现场的联合作战演习。它的最终目标呢，是由盟国为台湾安全制定一个综合作战计划。另外，美国有一个研究亚洲政策的民间智库，叫2049项目研究所 Project 2049 Institute。 这个研究所在台湾可能很多人知道，他有一位资深研究员叫 Ian Easton， 我个人也跟他很熟。他最近表示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正迫使美国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那8月13号，美国海军官网报道，美国国防部的飞弹防御署的主任向国会报告说，美国已经在准备保护关岛不受中共远程飞弹威胁的在准备这方面的飞弹防御系统。那么关岛呢，是美军支援台湾防卫的一个重要基地，它自身的安全决定了台湾防卫能不能有效的实施。那么10月7号，美国海军官网还报道，美国现任的国防部副部长，就此刻拜登任命的国防部副部长叫 Kathleen Hicks， 他最近也承认，中共持续的军事扩展已经构成了对关岛和夏威夷的日益增长的威胁。
那8月4号，美国印太司令部海军司令海军上将 John Aquilino， 他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有一个发言，他表示说，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任务是确保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海峡的现状得以保持。他还说，相对于中国的言论，他更担心中国的行动。正是中国的这些行动让他有一种紧迫感，让他相信必须马上实施综合威慑。那么综合威慑旨在融合美军各个领域的能力，包括最先进武器和技术、最新的作战理念，以及海陆空、太空和网络等各军种之间的无缝协同作战。然后10月7号，美国海军发布了新的战略指南，它的意图就是阻止中共攻台。美国的海军部长这个 Del Toro， 我这里说一下，这个美军的这个军政和军令系统是分开的，海军部长是军政系统的，那么海军的总司令呢是军令系统，所以这位海军部长 Del Toro 呢是军政的系统的海军部长，是内阁的成员。他10月5号晚上在美国海军学院演讲，谈到了我刚才讲的美国海军10月7号公布的这个战略指南。他在演讲中是这样讲，他说海军现在面对的威胁是北京夺取台湾。他说，自苏联战败以来，我们第一次有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其海军能力可以与我们相当，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我们自己。我关心的不仅仅是船只和武器。北京在努力获得对其竞争对手的影响力时所做的事情，他以腐蚀性、榨取性和危险的不负责任的方式在利用一切优势。然后这个海军部长 Del Toro 说，他说很坦率地讲，目标不是与中国开战，没有人希望陷入冲突。那么遏制他们获取他们所试图获得的，包括占领台湾，是我们的最终责任。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出必要的投资，今年能实际上更聚焦中国和我们有时在全球面临的许多其他威胁是极为重要的。他明确表示说，中国不仅对美国，而且对美国的盟友和伙伴都构成了威胁，甚至还威胁到2战以后维护世界和平的整套的国际规范。他特别提到，美国正在与台湾和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进行讨论，以便找出更紧密合作的方法，共同目标是阻止中共的企图。美国海军部长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了1952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原来的 NATO 就北约组织的总司令，2战时期这个欧洲盟军的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他当选以后讲过有一句话，他说，在现代战争中，取胜的唯一途径便是制止发生战争。那么最新的看到的消息是10月12号，五角大楼的新闻秘书对记者表示，中国加紧恐吓并压迫台湾以及其他伙伴和盟友，包括在台湾附近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加紧从事军事活动。我们认为这是破坏稳定，只能提高误判的风险。那么他还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依然坚如磐石。他讲台湾和平和稳定符合我们的持久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继续帮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御能力。我们也督促北京遵守和平解决跨海峡分歧的承诺。这个所谓和平解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台湾关系法里头